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胖妮继续带大家过情关。一些看剧的小主提出了这样的疑问：前期华妃嚣张跋扈时，明明甄嬛也真心想要投靠皇后，还多次在公开场合为了维护皇后而和华妃正面刚，但皇后却没有真心想要拉拢她，而是看上了负能量爆棚的安陵容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皇后没有选择甄嬛，并不是因为甄嬛不好，而是在皇后眼中，安陵容更有价值。换言之，也就是安陵容更值钱。到底怎么值钱呢？胖妮总结了以下3点。第一，皇后与安陵容是同一种人。皇后宜修虽然出自乌拉那拉氏这样的大家族庶出的她，无论在才华上还是容貌上，都逊色于纯元。在皇上的心里，纯元的地位更是宜修所无法相比的。同样在原生家庭中没有得到父母足够的爱，出嫁之后没能得到夫君的心，皇后太懂得安陵容，她境遇有多难。如果说安陵容是一个大冤种，那皇后宜修也没比她好哪儿去。只不过年岁更长，心机更深的她，懂得把怨气深深埋在心里，对外立一个谦和大度的好人设、好形象。皇后看安陵容，就像看段位更低的自己，她懂得安陵容最需要什么，并且能够精准地为她提供这些需要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当皇后一一为安陵容提供了面见皇上的机会、专业培训的机会的同时，也将安陵容牢牢地捆绑在皇后团队。而甄嬛呢，虽然父亲官职不高，但她却是在父母的疼爱中长大的孩子，她的世界是皇后宜修未曾体验过的世界。因此，甄嬛的心理活动、行为逻辑往往与皇后大不相同。甄嬛论恩宠也不缺，各项才艺也都出类拔萃，皇后能为甄嬛提供的价值有限，这些都决定了甄嬛不如安陵容好掌控。第二，在甄嬛3人小团体中，安陵容是落单的那一个。皇后战斗力虽强，但她在宫斗中所用的手段并不光彩，这些手段与她平常的国母形象大相径庭。在皇后拉拢安陵容之前，其实她对谁都不太信任。齐妃虽然效忠于皇后，但皇后从未对她展现真面目。富察贵人、新贵人等人与皇后更是没有太深的交情。在甄嬛、眉庄和安陵容3人中，甄嬛和眉庄关系十分要好，皇后要收了甄嬛，就等于同时收了眉庄。那么皇后若像安排安陵容一样，去安排甄嬛利用香粉算计富察贵人的胎，且不说甄嬛能不能听她的安排，这件事一旦同时被甄嬛和眉庄知道，就多了一份传出去的风险。万一传到了皇上的耳朵里，皇后清誉甚至是后位还要不要了？而安陵容就不一样了，她本来就是3人小团队当中落单的那一个，后面又被皇后抓住了扎小人这个致命的错处。如果安陵容干嘴不紧，把皇后授意的事儿说出去半句，她自己也别想独善其身。第三，甄嬛的强大实力让皇后害怕。甄嬛初次承宠的时候，皇后就说过，早知她非池中之物。以甄嬛的先天优势、后天的努力上进，以及皇上对她的恩宠，她是不会长久的居于人下的。也就是说，甄嬛注定是要做一个团队的领导者，而非辅助的。甄嬛实力这么强大，皇后怎敢真心护着她，为她提供成长的平台呢？后宫有一个华妃，已经让皇后的头风3天2头发作，再来一个更年轻、恩宠更盛的甄嬛，不是逼着皇后拿头撞墙吗？皇后对甄嬛的定位一直都是用来制衡华妃的，而走才艺路线的安陵容不具备独立精神和领导才能，最适合当皇后身边的爪牙。基于这3点，在皇后的眼中，安陵容的可利用价值要远远高于甄嬛。对于安陵容来说，追随皇后而非甄嬛也是必然选择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